川普昨天就任周年，一个人记者会讲了1个小时40分钟，很自豪他执政的成果，又说像台积电这些大的企业，苹果啦、辉达啦、台积电、日本软银啦、江森啦、General Motor 啦、福特啦、本田等等啦，都在美国扩大投资，尤其台积电投资那么多钱，不是只有钱啦，人跟技术都要去了。你没有人，光靠美国那些人怎么可能生产得好？不可能嘛！你的人都要过去啊！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讲话了，国台办说台湾每个人掏68万，帮民进党付钱给美国，他成了，你这不2500亿美金，2500美金，说呢，美国跟台湾的贸易这个协议是经济霸凌，欺负台湾，当然是欺负台湾。那另外呢，民进党说台湾的模式得到美国的支持，国台办就说你们什么模式共识就卖身券，把你这给卖了啊。那另外呢，大陆国台办说这个叫做卑躬屈膝的投降书，是经济的霸凌，欺负台湾啊。然后呢，他坚决反对美国的建交国跟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就是说你们不管签什么 MOU 啦协议都不行。那美国的记者去投诉《华盛顿邮报》说呢，美台贸易协议你看起来不错啊，看起来不错的协议了，暗藏不安的讯号，不祥的意味细盾已经看起来不像那么牢不可破了，本来就是都到美国去了，细什么盾啊，对不对？细破一个大洞的细盾啊。联合报社论说卢特尼克美国商务部长的3个大巴掌打在谁脸上？当然打在赖清德、打民进党脸上。他第一个是什么呢？说是要讨好，第一个巴掌让川普开心，第二个巴掌呢是呢，我们是说双赢。他说什么双赢？老美认为他单赢啊，他双什么赢？他老美甚至讲说，我只有大棒子，连胡萝卜都没有。拜登时候还给了什么60亿美金的补助，我这个都没有，收回来就是大棒子打你，关税打你。第三个呢，5000亿美金。你台积电整个上下游可能都要去了。虽然呢，这个赖清德啦、周荣泰就说不是5000亿啊，是2500亿啊，你就是5000亿嘛，2500亿加上2500亿，这2500亿是台积电啊上下游去，那2500亿是一般的其他东西要去，只是政府怕他没有能力给你信用贷款、信用保证这样而已，你还是要5000亿投资啊。卢特尼克也说是5000亿啊，怎么变到你就变成2500亿呢？我们看一下。大陆国台办针对近期台美达成15%关税协议，也严厉抨击，痛批所谓的台美共识只是民进党出卖台湾民众福祉和产业发展利益的卖身契，将单边霸凌粉饰为平等合作，将一跪到底包装成台湾模式，放任美国对台湾产业搬空抢进，对台湾民众敲骨吸髓。国台办发言人批评，一旦40%的半导体产能转移到美国，台湾科技岛将沦为空心岛，痛骂民进党政府无能无耻。来，玉轩，国台办的发言，我们看到他说了对的事情，但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我们台湾人还是要去关心的是，在整个民进党政府呢，面对川普的这种川式风格的加征关税，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第一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美国跟北约之间的这些关系的裂缝，其实《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是认为说，美国现在呢自己撕毁了跟北约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谁会得利？谁会看好戏？就是俄罗斯跟中国。那俄罗斯其实长期以来他们的外交策略就是希望美国跟西欧的国家这些关系产生裂缝。好，那也有人说，这个美国、欧洲各国现在呢，对于川普的不信任其实还开了一个群组今天呢，在这个相关的新闻媒体也曝露了说，像是欧洲这些国家，英国、德国、法国跟意大利跟欧盟执委会主委有一个群组。密切的关心川普的发言，只要他有一些比较激烈式的政策大家会开始来商讨。那么欧洲国家他们有能力去跟川普说不，我们台湾或许还没有这个不得不答应美国的要求的这个空间。可是呢，面对台湾内部，我们总是丧事喜办，我们讲了再讲。好像郑丽君回来一样，好像大家觉得他凯旋归国。那
卓荣泰院长说，我们是打出了一支全垒打，这个国人听了是要怎么样情何以堪？这支不是全垒打，是双杀打。刚刚大家一直都在讲，不管是台积电不再变成是细盾，我们这个资金给了别人5000亿，还要骗大家说就是2500亿。那美国的商业部长还就直接讲了，说这5000亿是头期款，原文就在那里。好，你还要这样睁眼说瞎话，叫大家不要说是5000亿，那你能够洗脑谁呢？台湾人没有这么的不聪明。那再来就是，难道过去之后只有这些钱吗？不是，资金、技术、人才全部都要移过去。那所以台湾现在面临到的状况，刚刚新加坡它可能会撤军，那台湾跟新加坡长期的这个友好，会不会因为在政治、地缘政治区域的风险高的情况之下，新加坡也会选择分散风险？我们要从新加坡来借鉴台湾。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擅长用杠杆原理、杠杆的这个区域政治来去夹缝中求生存，甚至让自己变成是大国之间都需要争取的对象。台湾呢？台湾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在那个风险之上，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多看看新加坡如何分散风险，而不是一直在制造风险。那孟凯。我觉得这部分还是在于说，台湾对美国的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关税从20%变15%，其实我们跟日本跟韩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现在要付出的是2500亿加2500亿，总共5000亿的投资。那即便是卓荣泰一直在那边强调说，哦，这政府只有2500亿，但2500亿是什么概念呢？2500亿也是我国年度总预算的4、5年的年度总预算。我们一年中华民国年度总预算3兆，2500亿等于是4、5年的总预算了。那这样子的金额难道不多吗？再者，其实赖清德政府到现在为止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数字，是为了这5%关税从20%变15%，是不是一开始本来就已经被人家预设立场了？那这5%的关税牺牲掉整个台积电，不只是技术，不只是资金，还有人才。那我们到底值不值得？有没有取得一个平衡？这第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第二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等了10几个月，那到现在不是也有美国的这个关税，也有在到最后一个裁判。那如果说到最后裁判里面关税是没有违法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急着要去做先排呢？还有最重要的，其实细盾之所以为细盾，就是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那就是我们的细盾。那细盾是除了一个是供应链，另外一个就不可取代性。当我们现在让这个不可取代性慢慢的丧失、慢慢的不见的时候，那我们台湾还有所谓的细盾吗？没有错。上一段节目一直在讲到新加坡，我过去这几年跟新加坡的不管是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是国会议员有很好的一个接触。其实每一次前往新加坡受访，或者是说他们的代表在我们台湾在互相讨论的时候，他们都常常讲一句。他说：“感谢中华民国当时在新加坡建国的时候给予的大力支持，也因此才会有星光部队来台湾受训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是因为新加坡因秀情啊，秀习情，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新加坡他们自己的战略，他们对外宣称就讲，他们绝对不会选边站，他们是以小国外交来去做一个战略思考，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安全放在任何一边，他不押宝，他不押单边，而他更重要的是讲是说，因为他们没有权利选择单边嘛。可反观中华民国，我们现在2350万人，但在民进党政府主政之下，尤其2016年之后，是不是过度倾斜往美国靠拢？我们再次强调，往任何一边靠拢都不是好事，而最重要的是台湾的利益以及2350万人我们共同的利益，这才是最关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赖清德政府没有交代清楚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把过去几十年累积的台积电双手奉上吗？好吧，就另外呢，我还是也要这个奉劝大陆了哈，你们不要老是要打台湾嘛。你现在让川普跟赖清德有一个理由把台积电奉送给别人了，哦，因为你从来不肯讲说我不会打台湾，我也不会去打台积电，对，所以川普啊、卢特尼克啊就说他会打台湾啊，所以我要把台积电的制程40%到50%都移到这个美国来啊，就你给了美国一个理由，你也给了赖清德一个理由，所以我说打我啊，打我就细盾不保了，所以把它移走啊，对不对？所以我一再讲，你不能够讲说我不会打台湾，而且呢，我也绝对不会去打台积电，一句话嘛。
这句话讲了以后，真的假的大家都不知道，但至少讲了，讲都不讲，刚好给美国个理由，刚好给赖清德个理由，把台积电搬走了，就这么简单。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农产品现在还没有关税没台湾的农产品、汽车，美国要我们全面开放市场。哎，农产品这一开放不得了啊！农民，美国是大农制啊，大农制什么意思啊？飞机撒种，飞机撒肥料，哦，那所有东西都是机械化，大的一引车哦，而且现在不但如此，因为我有朋友在美国当教授，专门研究这些东西，全部都 AI 化、机器人化。无人机，你台湾怎么去跟他竞争呢？哦，那我们这是精耕啊、小农制啊，而且本来一块地也不大了，生了3个孩子，一人再分1/3，那地方就更小了哦。所以呢，美国要我们全面开放市场会很惨的。汽车其实也是一样的哦。如果美国车来都是零关税，那很惨，因为不只是美国车在美国生产，不少日本车跟欧洲车也在美国生产，所以如果只要在美国生产，就是零关税。那对台湾的车是打击很大，对欧洲到台湾的车打击也不小哈。那所以台湾市场到底开不开放不知道，我认为他们都知道，不告诉你而已。他谈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嘛？哦，郑丽君过去曾经批福茂是黑箱的，说你们都不给国会审查哦，当时就批12年前在太阳花当立委的时候，说马政府签订福茂过程是黑箱的，签订前不能讲。签订后不能改，也不给人审查，甚至呢后面只能审不能改，傲慢黑箱到底哦。那另外呢，就是呢这个你现在看得出来哦，说呢这个实际上思想浅薄的是手拥权力的总统马英九及政府哦，像一个照妖镜，照出行政独裁的心态，整个过程就是黑箱作业，然后等等。现在就是反打到。回力镖打到自己身上，我常讲，政治现在是现世报非常快的。12年前你讲的话，现在你当了这个副院长了，你谈判代表，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真的不相信，你打死我都不相信，农产品跟汽车到现在都没谈，怎么可能嘛？美国一定是一个 package 一起谈的啦，怎么可能不谈呢？哦，那郑丽君说呢，台湾的模式不是我们供应链外移。是我们扩大在美国产业的实力哦。另外呢，台湾美进入剩余价值榨取，就台湾就是这么的价值，一直给你榨，一直给你榨哦。而且呢，市场还会退让多少，开放多少哦。那另外呢，郑丽君回台湾，昨天院长去接机他哦，所以呢，为什么就要表示说真有成就啊，做得太好了，不像他们讲的做得不好啊哦，所以呢，我们都去接你啊哦，表示你太棒了哦。那好吧，你既然这么棒，绿营就说现在找不到台北市长候选人，你去选台北市吧，哦，就拱他选台北市啊、哦。那这个高嘉瑜哦，接受李明贤的访问也说呢，郑丽君是仙女下凡，所以选台北市长一定当选。哦，李明贤讲的好像要征召他喽，仙女都来喽。哦，那郑丽君说，我已经10年以前讲过不选，这是考古题。奇怪的，政治会变的。以前说不选，现在可能选；你说选，有人说选，现在可能不选了。但是我10年前讲过了，就不选，这是考古题，看一下。地方是主角。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回台后首场公开行程出席近邻转型活动，引用台美关税谈判模式。毕竟政府喊出2050近邻转型，也要推动台湾模式。只是谈判完成的台美关税，台湾是否对美开放市场？美牛美猪外，美龟车是否数量扩大零关税到美国米开放项目，至今不明。它应该还是会要求我们台湾要比照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模式，全面开放。郑元景表示，一定会向国人完整说明，但对领军谈判有成绩的郑丽君，被党内视为出战台北市长亮点人选。副院长赖主席有征询过台北市长吗？面对劝进声，郑丽君点头不多说，但传出他私下推荐立委王世坚及吴思瑶。郑丽君副院长就是大家目前眼中的最强棒。那我自己跟丽君副院长，他是我的师姐哦，担忧强棒耗损在台北市的选战当中，这真的是两难。郑丽君声势大涨，但是否为对战蒋万安的好棋，蓝绿各有盘算。那于翔怎么看？仙女来了好不好？
尤其台北市本来就是征召区啦，所以台北市到最后一定是党中央征召。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就是说郑丽君副院长这次跟杨珍妮到美国去，这一次的谈判其实基本上把台湾的关税可以降到15%，而且甚至于我们跟日本、韩国比起来，韩国政府里面现在内部有企业主的压力，是要求韩国政府要再去跟美方谈，因为他看到这个台湾这边谈好之后，发现说，那这个台湾谈的这个条件跟美国跟韩国谈的条件差这么多，所以希望韩国政府要赶快再去跟美方进行调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相关的投资5500亿的美元，他们要经过美国的投审会，美国投审会确定日本要投资什么，他们日本才可以去进行投资。韩国的部分是韩国跟美国要合并来进行一个投审会，所以美方有一定的角色。但在台湾这一次，我们不管是政府的2500亿，或者是企业的2500亿，都是可以直接企业自主。那包括现在台积电的部分，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这个蓝白一直在宣称说要把台积电送给美国，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 IDC 跟纳斯达克相关的这个财报研析调研等等，都可以看到90%的先进制程，3奈米、5奈米都还是由台湾这一边在生产，所以基本上这一次政府在郑丽君副院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当然看到打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贸易的谈判。那站在美国立场，美国政府一定觉得美国优先，美国好棒棒，所以他们对外宣传一定说美国赢得大胜利。但是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去跟邻近的国家相比，台湾这一次确实是谈到一个很棒的一个成果，所以现在郑丽君才有机会让大家来讲说，希望他去选台北市长。对。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前几天他说民进党党内对于台北市长是不缺人选的，只是目前还在评估中。至于何时会公布人选，他微笑说有可能在年底前提名。年底应该不是年底12月，应该是今年过年前的年底啦。我真的觉得很幽默为什么？现在绿营除了吴怡农要参选之外，没有人敢参加台北市长的大选绿营的名单提出来的，从吴思瑶、王世坚、沈伯洋、徐国勇、卓荣泰，甚至连蔡英文都被点名说要不要出来参选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回应，也没有一个人敢来应战所以赖政府感觉现在又想重蹈的之前陈时中模式。什么叫陈时中模式？就是想藉由一个战功或者一个社会事件，冲促的提名一个感觉当时高人气的人选来参加台北市市长的选战不要忘记了，当时陈时中顶的是什么？防疫总指挥的光环来参加台北市长大选。现在感觉又想让郑丽君副院长带着难缠的谈判高手名头来参选。我跟大家报告，之前已经失败了，真的不要再尝试了。当时陈时中参选的时候，记得吗？他得票率多少？31%点多得票率为绿营历届倒数第2，这是血淋淋的例子因为陈时中之前没有任何的参选经验。现在呢，郑丽君感觉起来跟陈时中差不多一样，没有任何的参选经验，只有当过政务官。现在直接要把他投入最艰困的台北市市长大选，我个人觉得绿营不是在帮郑丽君是在害了他要知道，如果绿营真的觉得郑丽君是人才，想好好的提拔他的话，那麻烦一下，应该让他有更多的历练，从更多的选举开始，而不是一开始就直接把他丢入台北市选举，这是在消耗他的政治能量为何民进党其他的一些知名人士不想参加台北市市长大选？其实说白了，就是怕输，而且输还不是最重点，是怕输太多如果当输太多之后，等于是连他们的政治路之后都赔进去了。现在郑丽君如果贸然参加台北市长大选，而他如果也同意了，接下来损耗的不是民进党本身能量，损耗的是郑丽君个人的政治能量这种做法，我觉得相当的不道德，而且也很没有水准。台北市市长选举是整个首都台湾里面一个非常高水准的一个选举里面，现在为了找不到人，为了应急，为了提出的人选能够符合赖清德总统的心意，硬是派了一个几乎是我可以讲胜算不是特别高的候选人来应战。这种做法不只是对整个选战不公平，甚至是对整个绿营，我觉得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我真的建议当然这是民党他们自己的判断跟决策，但是这么急促的派出一个几乎没有准备好的候选人来参加台北市长的选战，我觉得最后的结果恐怕也会是不如预期。郑丽君他这次的谈判到底结果怎么样蓝营跟绿营这边呢有这么大的个落差，但是我相信呢，
民众的反应呢会是最直接的。等到呢，因为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等到之后的农产品的开放，还有这个汽车的开放的那个全面开放的那个一公布了之后呢，必然会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啊。连日本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他稻米还有汽车，到后来他也都让了，连日本都撑不住。台湾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坚持，怎么可能撑得住呢？我就看等到最后摊牌的结果究竟会是如何啊！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呢还在是做这些表面文章，这个官样的文章，还在用这些的数字呢来欺骗民众。龚明鑫说，我们移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半导体呢，只会有2成，但是呢，卢特尼克呢说是4成，好，然后今天呢，贝森特呢在这个在那个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又在讲说，97%的半导体呢都掌握在台湾手中，这个是呢全世界的安全中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点，但现在呢，伟大的这个川普政府呢改变了哈。他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他只拿2成他就甘心了吗？当然不可能哈！当我们把我们这么重要的半导体的供应链呢移植到美国去之后，美国还有什么来保护台湾的理由？更何况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多大的决心要保护台湾，他只是在乎台积电不要被这个中国大陆拿走而已。其实从拜登政府呢开始，他们就在进行要台积电呢到这个美国去投资，只是在这个川普的任内呢，他完成了一个要把整个供应链呢都拔过去哈，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共享。当美国能够自主的哈，能够掌握4成，我相信这个4成呢，就是像卢特尼克所说的，只是头期款，它未来的比重会慢慢在增加了。那台湾呢，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筹码？我觉得绿营呢，真的是哈，对于特别是赖清德了哈，对于郑丽君呢是有所偏爱的啊。当时在选择副手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美方的压力啊，各方面的这些他们党内的这个压力的话，我觉得他更想选的副手呢就是郑丽君。郑丽君呢，她就是一个看起来表面呢非常的平和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呢，他就不会对赖清德呢构成威胁。然后今天呢，我看依照这样的情势，他想要在拒绝代表民进党呢去出征台北市长的几率呢，大概是慢慢在降低了啊。民进党在找不到人的这个情况之下，派出一个郑丽君，我觉得我完全同意这个。刚才博弈讲的那个推论哈，就是他现在就把他极力塑造成是一个哇，为中华民国呢争取到，为台湾争取到极大的谈判权益的一个高手哈，然后把他推上这个舞台，要来对付这个非常难以打败的对手蒋万安。那反正呢，这场选战呢，就注定就是不会赢的嘛，哈。但是再加上呢，郑丽君呢，他也没有说要更上一层楼的野心的话，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来讲，是最安全的选择。我觉得川普曾经讲哦，说台积电哦是习近平骄傲的因素。对，因为有这么好的台积电，所以习近平应该觉得很骄傲、很光荣、很有成就。那现在川普要把你习近平的光荣东西要拿一半走了。而且可怕这边，你记得当时拜登的时候，台积电只要投资650亿美元，记得吗？卢特尼克去了，你符合我们的当时签的约吗？为什么没有用同性恋的女工程师呢？为什么没有用这个外表看起来像男的，其实心里是女的工程师呢？为什么没用他们呢？你有这个性别多元化吗？没有啊。你的供应商我看看，当时不是说要用盲人供应商吗？为什么没有盲人供应商呢？哦，然后呢，这个你现在生那么多孩子，对不对？生了差不多300个啦。你那个无尘室哈，为什么没有育婴室呢？你当时说你要设啊，你有可能吗？台积电是我去哪里找这些？我这找不到啊，找不到，对不对？这合不合理？不合理，对不对？我们也反对，再加1000亿美元，我们把这个删掉，同不同意？台积电只好说同意啊，否则我就罚你啊。那将来你真的现在1650亿美元去了。他会不会再找麻烦呢？他找你麻烦太容易了嘛？你为什么搞这么多台湾的工程师呢？奇怪啊，我们美国公司不能用吗？对不对？美国工程师、美国工人没有效率啊，良率太差啦。不管了，你已经违反了这个所谓机会均等原则了，你歧视我们美国人，对不对？好了，
那怎样？要不要罚你？不要，对不对？再投资1000亿美元，你怎样？你头洗一半了以后，你只好继续洗下去啊！你洗澡洗一半了，身上都打了肥皂，你怎样？你不冲水啊？你不擦干啊？你只要去了，你只要去，我就慢慢的剥你皮吧。你只要去，我就慢慢的整理吧。你看好了会不会？我跟你讲，保证会。休息一下再回来。